8月22日，鲍威尔终于松口，暗示9月将会降息。美股3大股指期货都涨，市场情绪乐观，好像美股还能一直涨下去。但是我要提醒你，现在买美股的风险比1929年股灾前还要高，比2008年金融海啸前还要危险。你会相信吗？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数据告诉了我们这个可怕的事实。美股现在的估值水平已经超过了历史上98.2%的时候。换句话说，在过去150年里，只有1.8%的时间，市场比现在更贵。上一次接近这个水平是什么时候？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前，那一次纳斯达克就暴跌78%，无数投资者，包括我在内，血本无归。但这次更可怕的是，不只是一个指标在警告，巴菲特指标217 PE10 ratio 37.4倍，几乎所有估值模型都在亮红灯。如果你以为这次不一样，如果你觉得市场还能继续涨下去，那么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分析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你的投资策略。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史上最危险的美股市场。如果你想保护你的财富，如果你想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那么今天这期影片你绝对不能错过。这次内容比较多，建议收藏，让以后可以回看。也记得点赞、订阅、分享，让更多人看到这个重要的信息。让我们从最客观的数据开始分析。很多投资新手可能不太了解什么是 PE10 ratio， 我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PE10 ratio 全名叫做周期性调整市盈率，这个指标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教授发明的。传统的市盈率 PE 只看1年的盈利，但企业的盈利会有好年坏年，有时候因为经济周期或特殊事件，某一年的盈利可能特别高或特别低。PE10 ratio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PE10 ratio 的计算方法是用当前股价除以过去10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平均盈利。为什么要用10年？因为10年基本上涵盖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包括繁荣期和衰退期。这样计算出来的数字更能反映市场的真实估值水平。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家公司今年股价是100元，过去10年经通胀调整后平均每年赚5元，那么 PE10 ratio 就是100除以5等于20倍。这意味着按照过去10年的平均盈利能力，你需要20年才能回本。现在美股的 PE10 ratio 是37.4倍，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如果按照过去10年的平均盈利能力，投资者需要37.4年才能回本。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了。更重要的是，从历史百分位来看，37.4倍的 PE10 ratio 处于98.2%的历史高位。这是什么概念？想象一下，如果你把美股150多年的历史分成100份，现在的估值水平排在第98.2位。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只有1.8%的时间，市场比现在更贵。那么我们马上看一看那1.8%比现在市场更贵的股市，结果发生了什么？第一次，1929年9月 ，PE10 ratio 达到25.2倍。当时的投资者也认为这次不一样，认为新技术会带来永久的繁荣。但是仅仅1个月后，股市开始崩盘，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29年9月的高点到1932年7月的低点暴跌了89%。这不是1天2天的事，而是持续了将近3年的熊市，无数投资者倾家荡产，美国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第二次，2000年3月 ，PE10 ratio 达到44.2倍，这是历史上的最高点，也是唯一比现在 PE10 ratio 还要高的一次。当时正值互联网热潮，人们相信科技股会永远上涨，但现实是残酷的。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3月到2002年10月暴跌了78%，许多科技公司的股价跌幅超过90%，有些甚至直接破产。投资者损失了数万亿美元。第三次，2007年10月 ，PE10 ratio 达到27.4倍，虽然比2000年低，但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当时房地产市场火热，金融创新层出不穷。
很多人认为房价永远不会下跌，结果我们都知道了，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全球金融系统几乎崩溃，标普500指数从2007年10月到2009年3月下跌了57%，现在的37.4倍 P/10 ratio 比1929年的25.2倍高出12.2倍，比2007年的27.4倍高出10倍，只有2000年科技泡沫的44.2倍比现在高。但这里有一个关键差异，2000年的高估值主要集中在科技股，传统行业的估值相对合理，而现在几乎所有行业的估值都处于历史高位。根据历史数据，我们可以把 P/10 ratio 分成5个等级：极度低估、低估、合理、高估和极度高估。现在的37.4倍不仅处于第5等级，而且是第5等级中的高位。历史数据显示 ，P/10 ratio 与未来10年的股市回报率有很强的负相关性。按照这个规律，现在37.4倍的 P/10 ratio 预示着未来10年美股的回报率可能非常低，甚至可能是负数。P/10 ratio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反映了市场的长期估值水平不会被短期的盈利波动所干扰。当 P/10 ratio 处于历史高位时，意味着投资者为每亿元的盈利支付了过高的价格。这种情况通常不会持续太久，市场最终会回归合理估值。回归的方式有2种，要么股价下跌，要么企业盈利大幅增长。但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企业盈利要实现足够大的增长来消化如此高的估值，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最可能的情况是股价的大幅调整。每当市场估值达到极端高位时，总会有人说这次不一样。1929年，人们说收音机和汽车等新技术会带来永久繁荣。2000年，人们说互联网会改变一切商业规则。2007年，人们说金融创新会分散风险，房价永远不会下跌。现在，人们说人工智能会带来生产力革命，说美联储会永远支撑市场，说特朗普会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次真的不一样，但历史告诉我们，基本的经济规律是不会改变的。站在股市巅峰，每次都有理由说这次不一样，但是估值过高的市场最终都会回归合理水平，这是不可避免的。P/10 ratio 就像市场的体温计，当它显示高烧时，我们就应该警惕了。现在的37.4倍已经不是普通的发烧，而是高烧不退的危险状态。Rich 也在技术指标中发现了类似的警讯，并提醒观众注意市场风险。当基本面分析和技术面分析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信号。这些数据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每当市场估值达到如此极端水平时，随后的调整往往是剧烈而深刻的。除了 P/10 ratio 亮起了红灯，巴菲特指标也同样亮起了警号。这个指标被股神本人称为衡量任何特定时刻估值水平的最佳衡量标准。这个指标计算简单，美国股市总市值除以 GDP。截至2025年6月30日，美国股市总市值为 65.47 兆美元，年化 GDP 为 30.15 兆美元。巴菲特指标因此达到 217%， 这个数字的历史意义重大。巴菲特曾表示 75% 到 90% 是合理区间，超过 120% 表示股市高估，接近 200% 时意味着投资人正在玩火。我们现在的 217% 已经远超这个警戒线。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指标比历史趋势线高出 68.63%， 相当于 2.2 个标准差。在统计学上，这已经属于极端异常的范围。然而，我们也必须理性看待巴菲特指标的运用。虽然这个指标在股市交易的使用时机非常有限，甚至预测也存在很大的可变性，但不能否认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长期来看，股市估值会均值回归，若当前估值比率较高，则未来很可能长期回报较低。巴菲特指标更应该被视为一种补充性估值工具，它也是当今市场上众多情绪指标之一。就像 VIX 波动率、恐惧和贪婪指数等，它们更多的用途不是作为寻找买卖机会的工具，而是告诉你市场状况以及未来的预期。我不建议只靠单一的指标进行操作，而是认识指标后能知道如何运用在自己的交易逻辑上，并能做到最佳的风险控管。
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217%的巴菲特指标水平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警告信号。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股神巴菲特的投资动向。伯克希尔公司的现金持有量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3477亿美元。这个数字在2023年底还只是1670亿美元，短短1年多时间增加了超过1800亿美元。这种现金囤积并非偶然。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明确表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很难找到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他甚至大幅减持了苹果公司的股份，这是伯克希尔公司最大的持股之一。巴菲特的行为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即使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价值投资者，在面对如此高估值的市场时，也选择保持谨慎，积累现金，以等待更好的投资机会。这种策略反映了一个基本的投资原则：在市场极度高估时，现金的选择权价值往往被低估。持有现金不仅能在市场下跌时提供购买力，更重要的是能让投资者保持心理上的平静，避免在市场波动中做出情绪化的决定。除了股神巴菲特，像素资本创始人 Howard Marks 是我芝加哥商学院的师兄，他的投资理念跟我非常接近。在分析当前市场状况的时候， Howard Marks 投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在他的最新备忘录中强调了一个核心概念：投资资产的内在价值来自于其基本面，特别是盈利能力。他指出，虽然估值本身是主观的，但资产价格跟它基本面的偏离程度是可以客观衡量的。目前美股市场的核心问题在于，股票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它基本面所能支撑的水平，企业盈利增长并没有跟上股价的涨幅，这种脱节在历史上往往预示着市场调整的到来。如果用 Howard Marks 的理论分析当前美股，有4个关键要素要关注。第一，市场情绪的极端性。 Howard Marks 一直强调要关注市场情绪的钟摆效应。当前市场情绪明显偏向极度乐观，投资者普遍相信这次不一样，这个正是他最警惕的信号。第二，风险意识的缺失。 Howard Marks 认为，当市场参与者普遍忽视风险时，真正的风险反而最大。现在很多投资者似乎忘记了股票投资的风险，这种风险意识的缺失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第三，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按照 Howard Marks 的估值概念，目前股票价格已经远超它的内在价值，这种背离程度已经达到了历史极端水平。第四，周期性思维的重要性。 Howard Marks 强调，市场总是在极度乐观和极度悲观之间摆动，当前市场明显处于极度乐观的一端，按照周期性规律向悲观端的回摆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当前市场提供了清晰的指导。当市场情绪极度乐观，估值达到历史极端水平时，谨慎和耐心往往比追逐短期收益更为重要。除了估值层面的风险，利率环境的变化是首要风险。即便在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高于 4% 的背景下，利率调整模型依然判定美股估值过高。这表明，即使考虑到相对较高的无风险收益率，股票的风险溢价仍然不足。通胀压力的持续是第二个重要风险。最新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报告显示，通胀压力比预期更为顽固，这限制了美联储在短期内大幅降息的空间。持续的正实际利率正在悄然拖累经济增长。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市场的脆弱性。虽然和平协议的预期在短期内支撑了市场情绪，但一旦这种预期被完全消化，市场可能面临利好出尽的风险。加密货币的系统性风险也不容忽视。加密资产已通过 ETF、养老金计划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等渠道深度融入主流金融体系，其波动性可能对整个金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现在，加密货币已经形成了泡沫，当这个泡沫爆破时，
会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巨大的震荡。说加密货币没有问题的人，请看看08年前说次按产品没有问题的一样。面对当前的市场环境，投资者需要采取更加谨慎和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资产配置的调整，在高估值环境下，千万不要用杠杆投资，适当增加现金，保留实力，等到调整时在低位进场，到之后回涨的时候就能利润最大化。其次是股票选择的重新审视，高估值成长股在市场调整中往往面临更大的下跌风险，因为它们的估值更多依赖于未来预期，而非当前基本面。相比之下，一些被低估的价值股可能提供更好的风险调整后收益。用我的10倍股投资3个阶段来做框架，我们要压住那些被市场错杀看漏的10倍股，收割那些被吹捧的10倍股。资讯栏里的第1条链接可以领取免费10倍股精华课。但是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个重要的投资技能：系统性的选股方法。很多人以为在高估值市场中就没有机会了，这个是错误的想法。真正的投资机会往往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出现，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被发现。作为价值投资者，在市场调整中发现那些被错杀的优质股票，这样就能获得可观的回报。港股、中概股和 A 股现在估值还不高，也有许多增长亮丽的股票，大家可以做点功课，在这里寻宝。要买中倍升股，不是靠运气，而是要有科学的框架。我把我30多年的投资经验总结成了选股5部曲，简单实用、容易掌握的选股方法。这套方法里5个步骤能让你系统化的买中倍升股，你的投资绩效会大大提高。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点击下面的资讯栏。那第3是加强风险管理。对于已有较大涨幅的持仓，设置适当的止损点是必要的。同时，建立一个优质股机会清单，列出那些基本面良好但当前估值过高的优质公司，为未来的市场调整做好准备。最后是心理准备的重要性。市场调整的时机无法精确预测，没有人能够准确知道顶在哪里，我们也不应该去尝试摸顶。但当调整来临时，保持冷静和理性将是成功应对的关键。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重大的市场调整都会为有准备的投资者创造巨大的机会。当前美股市场正处于历史性的估值高位，多重指标都发出了一致的警告信号。PE10 ratio 98.2%，历史百分位217%的巴菲特指标，以及巴菲特创纪录的现金持有量，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市场风险已经达到极端水平。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会在明天或下个月崩盘，但它确实意味着投资者需要为可能到来的市场调整做好准备。历史告诉我们，当估值达到如此极端水平时，随后的调整往往是深刻而持久的。然而，危机中往往蕴含着机会。那些能够在市场极度乐观时保持谨慎，在市场恐慌时发现价值的投资者，往往能够在长期中获得超额收益。关键是要有足够的准备、足够的耐心以及足够的智慧去应对即将到来的市场变化。正如巴菲特所说，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恐惧。现在正是我们需要保持恐惧和谨慎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因为我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吸收。我们下次再见。